第61章出乎意料的事实。看来找到目标了。克莱恩收回视线，大致做出了判断。因为没有肖像画，死去的冒险家又被烧得满脸乌黑，爱尔兰明显未认出这是目标之一，观察了下形势，倾听了几秒让人毛骨悚然的笑声后，就指着躺在房屋外面不远处的3、4位军方人员，沉声说道：“先把他们拖回来，等其他小组抵达，再发动进攻。或者……”他犹豫了下，抬头望向正在靠拢这边的深蓝色飞空艇。爱尔兰没再多说，也未指挥克莱恩和达尼兹去做，自己奔向了已冻得昏迷过去、脸色青紫的军方人员。噔噔噔噔，他越是靠近那边，步伐越是无力，到后来身体已然变得僵硬，每迈出一步都异常艰难。做过皇家海军水手长的爱尔兰经验丰富，当机立断，不再向前，缓慢转身，一步步往回。他越走越是顺畅，可浑身上下依旧控制不住的发抖，眉毛和鬓角蒙上了一层浅浅的白霜。违反常理的速冻，灾难一样的极寒。借助爱尔兰的尝试，克莱恩把握到了那片区域的危险程度，并油然在心里感叹了一句：可惜太阳胸针没法产生真正的炎热，属于精神上的刺激，虽然同样会让身体产生明显的反应，但顶多让人在那样的寒灾里多支撑3、4秒。看了眼牙齿的作响，想说话却开不了口的爱尔兰一眼，克莱恩的目光扫向了达尼兹，他丢掉手杖，低沉说道：火火。达尼兹先是愣住，但很快就明白了格尔曼斯帕罗的意思，他也看见了爱尔兰救人失败的全过程。达尼兹右掌心凝聚出一团不算明亮的赤红火焰，向着军方人员侧面不远处扔了过去，火球穿过近20米的距离，落在地面，没有发出爆炸的声音，只安静的往上腾起了焰苗。这赤红的火柱发出滋滋滋的声音，不断缩小，飞快暗淡。突然它一下扩张，仿佛在垂死挣扎。身穿黑色哪吒大衣的克莱恩从里面跃了出来，刚好落至那位军方人员的旁边。他弯下腰背，探出双手，抓住了对方的衣物，接着他脚下一抵，腰背发力，猛地往外一甩。这军方人员当即腾空而起，平滑飞出，落在了10米开外，脱离了寒意最严重的区域。而做完这一切的克莱恩，啪的打了个响指，在寒意进入血肉前，点燃了衣兜内特意分出的一根火柴，赤红色的焰流如水外涌，瞬间将它淹没。等到一切暗淡下来，克莱恩已消失在了原地。一道道火光跃出，时亮时灭。克莱恩借助达尼兹的火球和本身的火柴，在极寒区域不断闪现，简简单单的就把几位军方人员丢了出去。经过2到3次接力，他提着最后一位军方人员回到了原本的位置。爱尔兰已明显缓和下来，竖了竖大拇指道：我很庆幸，也很荣幸，今天做出了请你帮忙的决定，船长，我就喜欢你这么委婉的赞美。还有，记得提高报酬。克莱恩礼貌点头，半转身体望向窗户敞开的房屋，听见里面的笑声越来越奇怪。达尼兹则在旁边撇了撇嘴，暗骂起爱尔兰：难道你没有看见我做出的贡献？虽然我的火球变得像是魔术表演的道具，但也实实在在做出了贡献。这家伙外号公正的爱尔兰，其实一点也不公正。他嘀咕间，阴影笼罩了这片区域，飞空艇来到了对面半空，疏散周围房屋的人。飞空艇上一位军官远远喊道。等爱尔兰和陆续赶到的2个小组清理了附近几栋房屋后，飞空艇压下高度，调整了炮口，轰隆轰隆轰隆，火炮连发，轰向了那由诡异笑声传出的房屋。听到一声声爆炸，看见剧烈的火光闪现，克莱恩拿着手杖，一时竟有些唏嘘。这就是他崇尚的火力覆盖战术，曾经在廷根市提出，但无法付诸实践。而今天，海外殖民地军方向他展现了真实的场景。震耳欲聋的炮声里，爱尔兰等分守不同位置，防备着里面的人或者说怪物突围。房屋很快坍塌，硝烟从堆积的砖石木块里弥漫往上，所有的积雪，所有的冰块已然消散一空。突然，一道粗大的闪电亮起，张牙舞爪的劈在了飞空艇上。克莱恩眉头一皱，看见飞空艇彻底静止，听到蒸汽锅炉发出让人牙酸的声音。那深蓝涂装的空中怪物有些失去控制，冒着不大但也不小的烟气，向着侧方飘落。看来有做弹药隔离，气囊外层保护，我还以为会发生殉爆，
直接将飞空艇炸成几截。克莱恩将注意力全部转回了那栋坍塌的房屋。最初感受到深寒，看见男性冒险家被烧焦时，他还以为又遇上了一位魔女，掌握着女巫魔药配方。与魔女们打过几次交道的他，知晓这条途径的非凡者从序列期开始就能驾驭冰霜和黑焰。但刚才那闪电让他否定了这个判断，相信拉蒂西亚确实是摩斯苦修会或要素黎明的人，是原装正版的女性。克莱恩念头刚落，那堆积的砖石木块就一下被掀开，鲜红与焦黑混杂的人影用手肘之地爬了出来。她是位女性，隐约能分辨出拉蒂西亚原本的样子，这让爱尔兰等人愕然地发现目标已经找到，但和之前相比，拉蒂西亚现在的状态既恐怖又凄惨。她身上长满了黑斑，被炮弹撕裂出了一个又一个鲜红的口子，里面蠕动着仿佛有了自己生命的白色筋膜。她的头顶裂开，脑浆涌了出来，粘在表面，像是一只又一只的小孩手掌重叠于那里。她青灰色的眼睛失去了焦距，一只瞳孔藏着火焰，一直闪烁电光。她的腹部位置，他的胸口以下镶嵌着两个痛苦嘶喊的脑袋，正是另外两位男性冒险家。不仅是失控，还有被污染的感觉。在刚才那轮炮轰下，他已经重伤，气息降到了极点。克莱恩没有动手，看着那些军方非凡者有层次的发动攻击，精神刺穿，痛苦之边，净化子弹，小口径火炮射击。这么一轮下来，只来得及让地面干裂并往外蔓延的失控者拉蒂西亚就彻底崩溃瓦解，变成了碎尸。啪！他的躯干倒在地上，两个男性冒险家的脑袋滚了出来。克莱恩眼睛微眯，发现拉蒂西亚腹部的血肉内藏着一卷黄褐色的羊皮书籍，书籍表面用精灵语写着一行单词。天灾之书，这些书啊，笔记啊，怎么总往别人肚子里钻？上次安提戈努斯家族笔记也是这样。克莱恩先吐槽了一句，接着怀疑起这本天灾之书就是拉蒂西亚这位伪考古学家从海神遗迹里拿走的物品。就在这时，有军方人员把握住两个男性冒险家的脑袋似乎还能说话的机会，急促问道：你们在海神遗迹里做了什么？海神遗迹？其中一个男性冒险家又痛苦又迷茫的回答：我们没有去过。他努力的移动眼睛，想查看自己脖子及以下位置的状况。西米姆岛的海神遗迹，那军方人员提醒了一句。不，没有。那男性冒险家想摇头，却无能为力。我们去的是古精灵遗迹。拉蒂西亚从里面找到了一本书，他很喜欢，他很快就开始研究。他疯了，他疯了！这男性冒险家嘶喊出声，残余的精神彻底溃散。不是海神失落的神庙，而是古精灵们的遗迹。这和我想的不一样啊！克莱恩正要仔细旁听，爱尔兰已走了过来，礼貌的请他和达尼兹远离询问现场。拐入另一条街道，克莱恩放慢步伐，思考起整件事情。为什么拉蒂西亚从古精灵遗迹里拿走那本天灾之书，会导致海神卡维图瓦在无法维持本身的存在，逐渐走向崩溃？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精灵、海神，按照小太阳的说法，精灵王苏尼亚索列姆这位古神掌握着如今风暴之主的那些权柄，也就是说，精灵里面毫无疑问的拥有序列3海王，以及更高的序列2。难道卡维图瓦这条海蛇就是偶然间发现了一座位于海底的精灵遗迹，直接吞噬了某个尚未精灵遗留的非凡特性，并幸运的撑过暴毙和失控2个环节，才成功获得半神位格，逐渐得到罗斯德群岛土著们信仰的？克莱恩慢慢有了思路，这让他不得不感谢倒吊人先生。最初小太阳是没透露8位古神相应权柄的，后来才在倒吊人的一次次引导下讲述了一些，这里面就包括了精灵王苏尼亚索列姆的大致情况。至于那种直接吞噬非凡特性或相应材料提升的事情，并不是没有发生过。在魔药体系尚未构建完善前，人类先民们为了获得超凡的力量，做过类似的尝试，但只有极幸运的一小撮人活了下来，成为了非凡者，没变成怪物、疯子，也没当场暴毙、血肉崩溃。这样的尝试成功概率是1/1000、1/100000%，甚至更低。有了魔药体系后，没谁再愿意冒这么大的风险。如果真是这样，卡维图瓦当初确实非常走运，当然也有他身体粗壮强健的因素。不过他的智慧似乎提高不多，也就能骗信仰，竟然一直没发现西米姆岛还有个精灵遗迹。
且与他藏身的那个遗迹有密切联系。拉蒂西亚他们拿走天灾之书后，那个遗迹崩溃，导致卡维图瓦藏身处发生异变，让本就苟延残喘的他再也无法维持。这倒是能解释拉蒂西亚他们较为轻松就得手的原因。那里并没有反抗军和海神信徒看守，直到出了状况，卡维图瓦才发现问题，才明白两个遗迹有关联。克莱恩根据刚才的思路，尝试着解释整件事情里他较为疑惑的地方，而这就包括了垂死挣扎的海神卡维图瓦为什么不让信徒成为载体，这能减少很多意外，让事情变得简单。以卡维图瓦展现出来的残暴，理所当然的该做这个选择。克莱恩想到的答案是，卡维图瓦想污染并占据的身躯必须有一定的精灵血脉，只有这样才能在某种程度上承受非凡特性的转移，而他触摸时，由于灰雾，由于本身的特殊，让卡维图瓦一下找到了更好的目标。第62章专家集。克莱恩刚理清思绪，爱尔兰就追上了两人，微笑着说道：“找到目标了，排查结束了，我先送你们回旅馆，等2天再把报酬带过来。还有，今天最好不要外出。”克莱恩维持着格尔曼斯帕罗该有的态度，只轻轻点了下头，没开口回应。返回蔚蓝之风旅馆的途中，达尼兹明显有疑惑或感叹想表达，但碍于旁边军方人员爱尔兰的存在，只能转移话题，饶有兴致的讨论今天会有哪些海盗在这场全城排查里落网。对他来说，那些家伙只要不属于黄金梦想号，就不算朋友，根本不值得同情。进入旅馆房间，目送爱尔兰离去后，他边关门边啧啧说道：“天灾之书，古精灵遗迹，这真是件有趣的事情。不过，精灵怎么弄的和恶魔一样？只是拿了他们的书，随意翻了翻，那个女人就疯了，失控了。你心目中的精灵是什么形象？活跃于山林海中，擅长烹饪，喜欢自然的生物。呵，按照小太阳的说法，大灾变前的8位古神都非常暴虐，非常残忍，非常邪恶，这里面就包括了精灵王苏尼亚索列姆。而信仰他并以他为王的精灵们，大概率不会好到哪里去。具体可以参考极光会的成员。黑暗纪元存留下来的那些超凡种族，基本不会和正常人概念里的好联系在一起。克莱恩于心里回答了2句，当然，他并不排除古神陨落后，巨龙、巨人、精灵、血族等生物逐渐摆脱负面影响，最终变得较为正常的可能，但这只会局限于中下层，不包含那些半神级的强者，而留下天灾之书的上位精灵显然是后者。念头一转，克莱恩忽然察觉到了一件事情。达尼兹懂精灵文，他认出羊皮古籍的名称是天灾之书。冰山中将对船员的教育既然到了这种程度，不仅仅普及古弗萨克语，还教导能撬动自然力量的精灵语，说不定巨人语、古赫密斯语也在黄金梦想号的课程里。真是一伙有知识有梦想的海盗。不过船长女士，你是不是太偏科了？达尼兹在很多方面表现的并不及格，也是主职为宝藏猎人的海盗，最重要的就是掌握古语言。克莱恩为理睬达尼兹的感叹，将视线投向了窗外。此时天空依旧有些阴沉，似乎随时会降下暴雨，让人不由自主的感觉到压抑。克莱恩微不可见颔首，略感放松的想着，找到了拉蒂西亚，知道了西米姆岛上的古精灵遗迹，风暴教会和王国军方应该很快就能借助那遗迹与卡维图瓦藏身处的联系，找到这个越来越疯狂的海神，或者利用那遗迹加速他的崩溃。这样一来，除了最狂热最虔诚的海神信徒会死亡，其他人基本不会受到什么伤害。克莱恩原本还想着用临界定位的方法，在海神卡维图瓦陨落后，官方非凡者找到他藏身处前，潜入那里顺走宝藏，但这个计划还未开始，就似乎因天灾之书的出现濒临失败了。也没什么，只存在于想象里，从未属于自己的物品，没有也就没有了。我甚至不知道能收获什么，这件事情这样解决是最好的。克莱恩收回观察天气的目光，心情平静而放松，仅略有些不可避免的失落。这一天，他和达尼兹遵从爱尔兰的建议，没再外出，只在旅馆内活动。而拜亚姆城中，时不时响起零零星星的枪炮声、爆炸声，直到天黑才完全平息。第2天清晨，克莱恩准时起床，发现半空层云叠压，天色依旧阴暗。这说明风暴教会枢机主教代法者高级执事亚恩考特曼和海神卡维图瓦的对抗还在进行。
克莱恩感受了下肚子的疼痛，准备拿份报纸去盥洗室，可看了看正叼着白面包躺在安乐椅上悠闲阅读报纸的达尼兹，他又放弃了这个打算。坐马桶的时候看报纸不符合格尔曼斯帕罗的人设，虽然这会很无聊，但扮演不能放松。又找到了一个真正自我和伪装身份在行为选择上的不同。克莱恩默默做着总结，走进了盥洗室，褪掉裤子，坐到马桶上，他近乎发呆的看着前方的浅白色墙壁，似乎想从上面读出文字来。就在这时，他灵感突有触发，他忙扣动牙齿，开启了灵视。2根粗壮高大的白骨出现于他的面前，正是信使的双腿。信使站在那里，脑袋穿出了天花板，但眼窝内的漆黑火焰依旧能看到。他微低脑袋，俯视着坐在马桶上的克莱恩。克莱恩抬头仰望，愣了2秒，脑袋里转过的全是莫名其妙的想法。我是该像女士们一样匆忙遮掩下体，还是坦坦荡荡无所畏惧？在他做出决定之前，信使丢下封信，唰的崩解成白骨，暴雨般落下，消失于地板。克莱恩呆愣接住阿兹克先生的回信，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这个信使越来越不礼貌了。没看到我在上厕所吗？都不知道先敲门，或者从门下面的缝隙里塞进来啊！克莱恩好气又好笑的暗骂道。仔细想了想，他又觉得从门底缝隙塞信有些为难信使，身高近4米的庞然大物得趴下来才可以够到那个位置。那画面想一想还是挺搞笑的。下次写信的时候多一段内容，让阿兹克先生好好教育下信使，让他懂得礼貌。克莱恩展开信纸，阅读起阿兹克的回复。根据我能回忆起来的知识，我可以提供2个办法。第一个办法必须有足够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你或者别人独属的物品在海神卡维图瓦那里，这就可以借助占卜轻松定位。另一个前提是你可以进入灵界，这方面我有足够的技巧，以下列出常用的3种。第二个办法是利用秘器仪式向红光艾尔莫瑞亚祈求，它表征着权力与意志，某种程度上掌握着与灵界生物、灵界地点相关的知识。原来7道净光之一的红光叫艾尔莫瑞亚。秘器仪式的原理是调整自身状态，放开身心，让自己与祈求目标一点点契合，最终部分重叠，收获对应的知识，而这种契合和重叠是相对的。我收获知识的同时，本身的秘密也对祈求目标开放了，我可没法信任红光，我有太多的秘密。克莱恩第一反应就排除了第2种方法，至于第1种，也缺乏成功的可能。克莱恩并没有独属的物品在海神卡维图瓦藏身处，除非能借助反抗军送点东西给卡维图瓦，或者找到海神信徒曾经献祭过的物品的原本主人，而且必须是专属的。送点东西给卡维图瓦，想着想着，克莱恩忽然有了个主意。他一下精神，反复推敲了几遍，认为这有一定的成功概率。蹲完厕所，克莱恩清洗过双手，当即逆走4步，来到灰雾之上，就自己想要做的尝试进行了占卜，得到了有一定危险但只要处理得当就可以承受的启示。做完这一切，他回到客厅，走至安乐椅旁。达尼兹唰的坐起，干笑开口：有什么事情？你知道海神对应的祈祷词吗？克莱恩语气没有起伏地问道。达尼兹摊了下手，忽然嘶了一声，狗屎！他低骂了伤臂一句，转而笑道：知道，我见过好几次反抗军举行仪式，具体是大海与灵界的眷者，罗斯德群岛的保护者，海底生物的支配者，海啸与暴风的掌控者，伟大的卡维图瓦。对了，有效果的2次是用精灵语念的大海与灵界的眷者，姿态摆得很低嘛，和我的尊名有本质不同。也是，我是仿造7位真神编的。克莱恩轻轻点头道。你知道哪里有没人的仓库、废弃的房屋吗？当然，每个大海盗都掌握了一些。达尼兹毫不犹豫回应道。克莱恩当即转身走向了衣帽架，带我去做什么？达尼兹虽然疑惑，却不敢询问。码头区一座肮脏破旧的仓库内，达尼兹看着格尔曼斯帕罗拿出3根蜡烛和多个金属瓶子，终于按捺不住好奇，开口问道：你想做什么？克莱恩没有回头，非常平静地回答道：献祭。向谁献祭？达尼兹饶有兴趣地追问道。克莱恩布置好祭台，拿出一个铁质卷烟盒，语气平淡地说道：
卡维图瓦他想的定位办法就是直接给海神卡维图瓦送东西，只要卡维图瓦收下，他就能借助占卜等手段找到对方的藏身处。至于卡维图瓦会不会收的问题，他当然有考虑过，认为这存在一定的可能性，因为卡维图瓦现在的状态是濒临死亡，非常疯狂，基本不会有理智，仅靠本能行动。而他对灰雾气息也许有强烈的渴求，所以克莱恩准备献祭一个经常放在灰雾上的铁质卷烟盒，试一下卡维图瓦会不会收，如果不收，他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就当没这回事情。向海神卡维图瓦献祭，这个瞬间，达尼兹觉得自己的脑袋有些不够用，完全无法理解格尔曼斯帕罗的想法。你疯了吗？他怎么可能接受你的献祭？就算接受了，又有什么意义？他都快死了，而且这很危险。达尼兹脱口问道。旋即，他在心里补了一句：不，格尔曼斯帕罗没有疯，因为他一直都是疯的。克莱恩瞥了他一眼，简单说道：在这方面，我是专家，献祭仪式领域，我是专家级的。克莱恩对此并不谦虚。第63章狂怒的卡维图瓦。达尼兹被噎得说不出话来，样样退到一旁，看着格尔曼斯帕罗点燃蜡烛，焚烧粉末，滴坠纯露，闻了下弥漫出来的味道，他忍不住拔高声音道：用错材料了吧？他记得反抗军祭祀海神时用的不是满月精油、生棉花、洋甘菊这些东西，又不是在向黑夜女神祈求。克莱恩侧头看了他一眼，重新将视线投回了祭坛。没问题，作为一名时常献祭和被献祭的专业人士，他很清楚燃烧纯露、精油、草药粉末的作用主要是两个，一是帮助仪式主持者更好的调整灵性，进入状态；二是取悦相应的神灵，讨好献祭的对象，提高对方回应的概率。这方面，每一位神灵都有所属的偏爱的事物。而这次献祭主要依赖于卡维图瓦精神不正常，以彻底疯狂和他渴求着灰雾的气息两点，二者缺一不可，其他并不重要。只要满足了以上两个条件，取不取悦都不会影响仪式的举行，既不会提高成功率，也不会增加失败的可能，完全可以敷衍处理。如果卡维图瓦还有理智，就算我严格遵循了仪式的要求，你认为他会回应我吗？克莱恩腹诽一句，往后退出半步，准备开始最关键的环节。他想了想，没有侧头，直接说道：离远一点我。达尼兹不怒反喜，连忙点头，好的。他蹭就跑到了仓库门口，打算一有不对立刻逃跑。克莱恩半闭眼睛，冥想起重叠在一块的无数光球，迅速进入了状态。他用精灵语低沉诵念道：大海与灵界的眷者，罗斯德群岛的保护者，海底生物的支配者，海啸与暴风的掌控者，伟大的卡维图瓦，您忠实的仆人祈求您的注视，祈求您收下他的奉献，祈求您打开国度的大门。随着那艰涩拗口的单词一个又一个吐出，灵性之墙内风声渐起，逐渐剧烈，似乎要掀翻一切。克莱恩衣角飞扬，拿出早就准备好的另一个金属小瓶，将里面剩余的千面狩猎者血液往空中倾倒了大概5毫升，这是极富灵性的材料。狂风吸走了那滴滴血液，呼啸着钻入了象征海神卡维图瓦的那朵烛火。无声无息间，那烛火膨胀扩大成了一扇虚幻之门，表面全是象征符号和魔法标识，内里隐约传出海水哗啦的声音。忽然，一切的动静消失了，只有一道喘息隔着那虚幻大门在回响，就像他背后藏有一个艰难压抑着自己饥饿的庞然大物。呼呼呼，那巨大的喘息声越来越明显，越来越清晰，听得仓库门口的达尼兹都有些头皮发麻。砰！虚幻的大门突地敞开，近乎可以看到形状的飓风奔涌而出。尖锐的乌拉声里，达尼兹感觉到无形的灵性之墙破碎，发现自己直接被抛飞了起来，就像暴风雨中的小船，狠狠撞在了门上，撞出了砰的一声闷响。他摔到了仓库外面，背后多有木刺划出的伤口。他手里本能凝聚的赤红火球，则在暴风里瞬间暗淡，迅速熄灭，就像一根燃烧尽尾声的蜡烛。而他飞在半空的时候，又看见敞开的虚幻之门后出现一张仿佛染血大盆的狰狞巨口，它露出比人类手臂还长的略显弯曲的乳白尖牙，疯狂地撞击着虚幻大门，想直接进入现实世界。野兽般的嚎叫之声则先一步回荡于仓库内部。
震得达尼兹耳畔鼻端同时流血。克莱恩也在刚才的飓风里飞了起来，视线旋即被一条血腥的分叉的迸发出滋滋闪电的巨大星子占据，他的身体一下焦黑，僵硬在空中，被蛇心贯穿，化成了纸张燃烧后的灰烬。克莱恩的身影浮现于另外一侧，帽子掉落，衣物凌乱，相当狼狈。幸运的是，他知道会出状况，知道会有危险，一直高度戒备，没有放松警惕，及时用出了纸人替身。这时，没有丝毫晃动的虚幻大门后的卡维图瓦终于发现疯狂撞击无效，停了下来。他猛地吸了口气，让蔚蓝的海水从四面八方涌来，于他的喉咙深处坍塌成一个散发恐怖吸力的漩涡，可以吞噬一条货轮的漩涡。祭台上的铁质卷烟盒飞了起来，投进了那个漩涡。盛放草药灰烬的小釜飞了起来，投进了那个漩涡。仓库内许多杂物连同泥土飞了起来，投进了那个漩涡。克莱恩也飞了起来，难以抗拒的投向那个漩涡。他试图打出响指，点燃火焰，跳跃至漩涡影响范围外，可却被犀利伴随的飓风破坏了计划。他的身影豁然变薄，成为了一个纸人。随着那纸人投入漩涡，浮现于另一个位置的克莱恩再次腾空，无法摆脱那恐怖的吸力。关键时刻，他不再犹豫，让左掌戴着的黑色手套变得苍白，染上了些许阴绿。他启用了蠕动的饥饿，直接驱使起钢铁麦维提的灵魂。克莱恩的身体一下变得沉重，然后往前推出了左掌。一面不算太厚的冰墙凝固于他的前方，帮他短暂隔绝了海神的漩涡。借此机会，克莱恩落了下来，双脚重重一踩，陷入地面。咔嚓，冰墙只维持了1秒钟，就被磅礴的吸力撕成碎片，飞入了巨大海蛇的喉咙里。克莱恩依靠活尸的力量，双脚用劲固定住了身体，没再飞起，但依然不可遏制地往着虚幻之门滑行，往着卡维图瓦的血盆巨口滑行，在地上拖出了2道深深的沟壑。仓库外的达尼兹没怎么受到漩涡吸力的影响，想要凝聚火球砸向侧方，让格尔曼斯帕罗跳跃出来，却一次又一次被肆虐的飓风吹灭。克莱恩离虚幻之门越来越近，鼻端钻入了血腥与腐烂混杂的恶臭，眼前是沾着污迹散发寒气的乳白尖牙。他念头急转，迅速有了个办法。那个办法很简单，就是把源自密偶大师罗萨哥的全黑之眼扔出去。既然你卡维图瓦制造海水漩涡，想要吞噬一切，那我就让你再服食一瓶没有辅助材料的魔药，并附赠真实造物主的精神污染。这样一来，我就不信本来就快要崩溃的你能支撑得住。克莱恩咬紧牙齿，将手伸入了衣兜。或许是本能察觉到了他的险恶意图，也或许是疯狂的卡维图瓦缺乏耐心。此时此刻，他猛地仰头长嘶，让喉咙处的海水漩涡崩坏瓦解，化成无数水滴，喷向了虚幻之门外面。哗啦啦，仓库内下起了暴雨，卡维图瓦的喉咙处则又凝聚出了一团银白的、耀眼的、无数电光纠缠的雷球。轰的一声，他吐出了那个雷球。暴雨之中，银白的雷球化成一道道醒目的闪电，飞快扩张往外，破坏了简陋祭坛，占据了整个仓库。滋滋滋，滋滋滋，雷电海洋里，克莱恩的身影不断浮现，又不断焦黑，变成纸屑。仓库外的达尼兹同样受到影响，头发全部竖了起来，身体抽搐般抖动着，连续用掉好几个纸人替身，快要接近极限的克莱恩终于等到了电光平息。而那扇虚幻大门受到仪式被彻底破坏的影响，飞快的不可阻止的合拢了。哐当，海神卡维图瓦的不甘嘶叫被隔离在了门外。瞬息之后，虚幻大门完全消失，四周一片狼藉，祭坛之上也只剩下一根蜡烛，虚弱的摇曳着火光。砰！达尼兹前倾到仓库墙上，勉强站立于门口。他想要说话，却止不住的抽搐，唯有用眼神表达自己的憋屈。格尔曼斯帕罗真的是个疯子。搬西港的时候，那体验到的惊悚感，我现在还能回想起来，还会因此做噩梦。之前挑选反抗军出品的事物时，又惹来了海神的诅咒，一路之上，吓得我差点逃跑。这次又弄什么献祭？险些把卡维图瓦召唤过来，刚才真是危险到了极点。他怎么就这么热爱冒险，热爱弄出大事呢？一次又一次在死亡的边缘寻找刺激，这是他疯狂的表现，还是原因？卡维图瓦这海神还是很强啊，哪怕已经濒临死亡，
哪怕隔着献祭之门，只能透出一部分力量，也差点轻松解决掉我。不愧是可以抗衡海王的半神。克莱恩从地面拔出双脚，看见皮靴已然破烂。与此同时，他发现不管是幸运还是必然，从任何意义上讲，卡维图瓦都算接受了他的献祭，因为这巨大的海蛇制造漩涡时，吞掉了那沾染着灰雾气息的铁质卷烟盒和其他很多东西。也就是说，我可以试着在灵界定位他的藏身的点了。不过得等他死亡，不会再干扰和对抗我的占卜。这种寻找必须进入灵界，无法一直利用灰雾。克莱恩刚悄然吐了口气，就感觉到左掌的手套一下弥漫出难以言喻的疯狂和饥饿，似乎再等不到食物就要吞噬佩戴者。附近没有罪恶深重的家伙啊！克莱恩侧头望向了门口的达尼兹。达尼兹的精神突然一紧，只觉自己被某个怪物盯上了，即将成为对方的食物。那灵性层面的饥饿感压迫得他微微颤抖，恨不得立刻转身逃跑。然后他听见了格尔曼斯帕罗淡漠的声音，从外面把门关上。好，达尼兹强忍着电击残留的疼痛，将撞飞出去的门板搬了回来，勉强堵住了空洞。克莱恩则抓紧时间举行献祭仪式，自己向自己祈求，自己回应自己，将快要失控的蠕动的饥饿丢到了灰雾之上。这下的达尼兹不敢反抗的神奇物品立刻变得安分、温和而驯服。第64章灵界。回到现实世界，克莱恩熄灭蜡烛，收起剩余的物品，认真检查了下仓库内的情况。让他感觉幸运的是，卡维图瓦制造的海水漩涡将这里完全清理了一遍，只留下后期喷出的雨水、闪电打出的部分焦黑、数量稀少的灰烬和克莱恩双脚离出的沟壑。痕迹很好解决，等下让达尼兹用火球把这里洗一遍，伪装成海盗间的内斗就行了。克莱恩微不可见点头，抽出仅剩的几个纸人之一，啪的甩动小臂，震荡万步，那纸人飞了出去，自行燃烧，化作黑灰。做完这一切，克莱恩迈步走向门口，越走越是皱眉。他的皮靴已失去了底部，其余地方也破破烂烂，衣物裤子同样充满碎裂、湿漉、焦黑等痕迹。这都是刚才那种情况下无法避免的事情，不是纸人替身能够承担的撕裂，来自于海水漩涡的庞大吸力。湿漉漉的感觉源于卡维图瓦喷出的暴雨，焦黑则是克莱恩使用纸人替身的间歇被少量闪电打到的表征。哪怕到了现在已平复下来，他的右小臂也还残留有电击造成的些许痉挛。这一身花了我8磅6苏勒，得重新配一套了。我占卜出危险，做好了准备，但没想到卡维图瓦比我预料得更强大更疯狂，希望之后能有些收获。克莱恩无声摇头，收敛住表情，忍耐下疼痛。来到堵住出口的门板后，屈指敲动了3下。达尼兹一直有些惴惴不安，闻声迟疑了2秒才搬开门板，发现格尔曼斯帕罗已恢复冷淡内敛的状态，不再散发出让人灵性颤抖的饥饿和疯狂。达尼兹悄然松了口气，眺望了眼里面，随口问道：结束了没有？克莱恩勾勒嘴角，露出斯文的笑容。还没有。达尼兹吓了一跳，还要做什么？克莱恩保持着隐含疯狂的笑容，还需要打扫，这是礼貌打扫。达尼兹愣了愣，抬起右手指着自己道：我。克莱恩的嘴角越咧越开，或者是我，那样我会被蠕动的饥饿吃掉的。达尼兹干笑了2声，该怎么打扫？用火球。克莱恩言语简洁的回答道。作为一名兼职海盗，达尼兹没费什么力气就明白了格尔曼斯帕罗的意思，越过对方走向了仓库内部。这个过程里，他心里犯了嘀咕，有不小的疑惑。船长说，蠕动的饥饿每天都要吞噬一个活人，可格尔曼斯帕罗只有战斗结束才满足他，平时根本没去管。而且刚才也算发生了战斗，格尔曼斯帕罗也使用了钢铁麦维提的冰寒力量，事后却没有投食。奇怪，这藏着什么秘密？某种程度的封印，他或者说他背后的组织竟然能封印蠕动的饥饿。达尼兹打扫仓库时，克莱恩站在外面，望着半空重叠阴暗的云层，悠然期盼起接下来的事情。已经把沾有灰雾气息的铁质卷烟盒送过去了，就等着卡维图瓦这位海神自己崩溃死亡。希望风暴教会和王国军方的非凡者要么还没来得及找到那里，要么留了点他们不重视但有一定价值的物品。克莱恩缓缓吸了口气，
听着背后传出一声声沉闷不大的轰隆声。一家旅馆内，阿尔杰立在窗口，凝望着外面阴沉的天空。上次塔罗会结束没多久，我就拿到了血族的麻醉气体，预备出海搜集材料。结果快1周过去，还滞留在拜亚姆。他嘴角微动，摇了下头。这先是有世界狩猎钢铁麦维提的事情，让他赚了不少，之后是必须等待赏金，而赏金刚到手，他又遇上了卡维图瓦那条海蛇崩溃，被要求寻找拉蒂西亚等冒险家、考古学家。听说昨天上午的排查里，拉蒂西亚他们就被找到了。带法者和军方似乎掌握了相当重要的线索，不少人去了西米姆岛。呵，这种事情永远轮不到我。阿尔杰收回视线，拉了拉身上不到膝盖的短袍，低声自语了一句：尽快结束吧，等到卡维图瓦彻底死亡，海啸不再暗藏，他就可以出港，离开慷慨之城拜亚姆，为晋升序列6封卷者努力了。想法转动间，阿尔杰心头一动，转身望向了窗外。他看见高空云层飞快散去，绯红之月静静悬挂。克莱恩睡到半夜，突然惊醒，隐约察觉到了什么。他翻身下床，来到窗边，拉开了帘布。绯红的月华一下照了进来，霜华般覆盖在所有事物上，清冷而梦幻。克莱恩的目光投了出去，发现低压的云层已然消失，高空红月明亮，灿星稀疏。这表示海神与海王的对抗结束了。克莱恩沉吟2秒，收回视线，合拢窗帘，逆走4步，进入了灰雾之上。他坐至斑驳长桌最上首，具现出一枚金币，低念起占卜语句：卡维图瓦已彻底死亡。7遍之后，他铮的一声弹起金币，看着他跳跃往上，又翻滚下落。啪！这金币落在了克莱恩掌心，国王头像朝上。这表示肯定，表示海神卡维图瓦已彻底死亡。果然，西米姆岛的古精灵遗迹和卡维图瓦赖以维持存在的藏身处有密切联系。带法者和军方人员刚拿到天灾之书，知晓遗迹情报也就1天多点，卡维图瓦就再也无法支撑了。我原本以为他还能顽强存活2到3天的。克莱恩一阵感叹，试着占卜了下官方非凡者是否已进入卡维图瓦藏身处，可惜由于没有相应的信息，他占卜失败，没能获得任何启示。想了想，克莱恩改换思路，解下灵摆，占卜起自己现在探索卡维图瓦藏身处是否有危险。这涉及他自身，很快就出现了结果。黄水晶吊坠逆时针旋转，速度不算太快，幅度也不大。有危险，可以承受，比之前献祭仪式的危险还要低一些。克莱恩轻轻点头，返回现实世界，开始做行动的准备。他先反锁住了卧室的门，然后布置仪式，自己召唤自己，重新进入灰雾之上。克莱恩直接拿起黑皇帝牌，将它放入了灵体内。豁然之间，他凝实的仿佛有了血肉，周围弥漫出的黑尘雾气贴着表面，形成了一副极具威严感的宛若实质的全身盔甲，但头上却是一顶漆黑华丽的皇冠。望了眼桌上摆放的人皮手套，克莱恩犹豫着要不要将它戴上。在灰雾之上，蠕动的饥饿近乎被封印，不敢有异动，但只要离开这里，失控般的饥饿就会让他危害携带者，不管对方是活人还是灵体。克莱恩考虑的是黑皇帝牌的高位格是否能在灵体内压制蠕动的饥饿，让它保持正常。试一下，不行就立刻结束召唤，返回这里，这几乎不需要花费时间，不存在危险。克莱恩拿起蠕动的饥饿，将它戴在了铁黑色的盔甲手套外面。他不再犹豫，踏入召唤之门，借助膨胀的烛火，来到了现实世界。没有疏忽，克莱恩第一反应就是检查蠕动的饥饿的状态，发现他安分平静，臣服在了黑皇帝牌的高位格下。不错，克莱恩松了口气，依次将阿兹克铜哨、生物毒素瓶、太阳胸针等神奇物品放入了体内。最后他拿起黑色硬木手杖，准备用它来寻找丢失的沾染有灰雾气息的铁质卷烟盒。当然，想找到卡维图瓦的藏身处，必须先进入灵界，从里面定位，否则只会失败。至于怎么进入灵界的问题，克莱恩没有考虑阿兹克先生提供的3种办法。身为一个有智慧、有思维能力的灵体，怎么可能找不到灵界，进不去里面？他稍作平复，观想起无数光球聚集的画面，身心飞快宁静，思绪逐渐发空，灵性一点点延伸，一点点展开。很快，
他发现周围充满了一道道难以描述形体的虚幻透明事物，所有的颜色都变得鲜艳分明，却重叠在一起。灰蒙的雾气则淡至虚无的弥漫，笼罩着一切。在深处，在高空，缓慢游动着7道不同颜色的明净光华，它们似乎拥有生命，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知识。这就是灵界，与现实完全重叠，无处不在。如果正巧遇上带法者或军方人员，我就直接结束召唤，返回灰雾之上。克莱恩往前迈出一步，简简单单进入了灵界，只觉自身都虚幻了起来。他身后的黑色披风轻轻荡起，掌中的硬木手杖竖直而立。他自带威严感的低沉开口了：“我独属的铁质卷烟盒的位置。”低念之中，克莱恩莫名有些紧绷，因为周围浓郁而分明的颜色里，一双双淡漠奇异的眼睛望了过来。七变后，克莱恩松开手掌，等待启示。那根黑色硬木手杖飘了起来，向着前方不快不慢的浮动。克莱恩跟随着他，飞行于又真实又虚幻、又怪异又神秘的灵界。在这里，只要没有定位，很容易就彻底迷失，再也出不去。当然，这对克莱恩来说不存在任何问题。真要迷路了，他可以结束召唤，直接返回灰雾之上。克莱恩追逐着前方时而抛飞时而下落的黑色手杖，穿梭于分明而重叠的颜色里，经过了一个个无法准确描述的半隐藏的灵界生物，难以知晓目的地还有多远。忽然，他看见了一只眼睛，浑圆的眼睛，黑白分明的眼睛。那眼睛一眨不眨的看着他，没有所属的脑袋，也没有对应的身体。第65章祭司。黑白分明的巨大眼睛呈现半透明的状态，静静漂浮于浓郁鲜明的重叠色块之后，看不出敌意，也看不出友善。这个瞬间，克莱恩记起了灵界见闻这本笔记上的一段内容。亚伯拉罕家族的先祖如此说道：尽量不要与任何灵界生物对视超过3秒，这属于挑衅行为，除非他们已表达出想要交流的信息，也不要让自己显得惶恐和紧张，这会增加某些捕食者的攻击欲望。相应的单词流淌于心里。克莱恩收回视线，继续追逐前方飞行的硬木手杖，速度不快也不慢。他着黑色全身盔甲，戴漆黑皇冠，配同色披风的身影进入了那只浑圆眼睛内，又很快掠过，远离不见，未激起丝毫变化。从本质上来讲，灵界是个非常危险的地方，一不留神就可能遇上半神级的恐怖存在。克莱恩继续穿梭，发现这里真的相当混乱。那7道本可以标示位置的明净光华，虽然一直位于高处，覆盖了天空，但又时常能在脚下、左右、前后看到它们。如果不是有黑色手杖定位，克莱恩根本分不清方向。突然间，他透过淡薄虚无的雾气，看见正常人概念里的左下方有座漂浮的城堡，它通体黑色，尖顶高耸，长满藤蔓，极有哥特风格。这城堡的顶端站着个半透明的女子，她近乎和城堡等高，穿着一身繁复华丽又晦暗阴沉的黑色长裙。她没有头部，脖子处存在整齐的切口，下垂的双手则提着4个金发红眼、长相明艳的脑袋。若是仔细端详，会发现这些脑袋一模一样。黑皇帝扮相的克莱恩经过时，这女子提着的4个脑袋一起眨了下眼睛。克莱恩没有回应，视若无睹的往前飞行。那女子缓缓转过身体，让手里的脑袋目送他远去。这都是些什么怪物？克莱恩念头刚闪，就看见黑色手杖急速下坠，他连忙追赶，又一次尝到了自由落体的味道。7、8秒后，他前方出现了一片若隐若现的坍塌建筑，那建筑之外漂浮着巨型水母样的灵界生物，它伸展出一根根覆盖粘液的透明触手，将周围区域纳入了自己的领地。每根触手的顶端都长着个眼动幽邃的白色骷髅头，随着轻而缓慢的摆动，不断摇晃着。黑色手杖穿过这奇形怪状的灵界生物，悬停在了那片近乎虚幻的坍塌建筑前。找到了！克莱恩先是一喜，旋即沉凝地望向那挥舞骷髅脑袋的巨型水母。他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但没有立刻动手，而是尝试着将黑皇帝排高位格特性带来的深沉威严感散发往外，目光漠然的与那一个个幽暗深邃的眼洞对视。凝固般的3秒过去，克莱恩低沉发声，吐出了一个古赫密斯语单词：离开。顶着骷髅脑袋的触手抽动了2下，那巨型水母慢慢漂浮起来，消失在了灵界深处。这黑皇帝牌还是很有用吗？我都考虑要不要丢阿兹克先生的铜哨了。
死神后裔在灵界应该还是有些面子的。克莱恩舒了口气，往下一降，握住了那根黑色的硬木手杖。接着，他隐含期待地坠入了那片建筑坍塌的遗迹内。对他来说，哪怕风暴教会和王国军方的人已提前找到这里，拿走了最有价值的物品，但只要还有些许剩余，也会相当满足。即使什么都没有，能研究下精灵遗迹，看看他们留下了什么信息，也足够了。克莱恩穿透那帘幕般的虚无屏障，突觉周围的空气变得粘稠，变得沉重。他的四周出现了晃荡的波光，那来自于填满了这片区域的深蓝海水。海水的底部是一片古老灰暗的遗迹，所有的建筑都已经坍塌或半坍塌。一根巨大的铭刻满奇异花纹和符号的支柱从中央伸了出来，有直入顶层的趋向，似乎在过去支撑起了这里，但现在它已折断，绊倒着靠在附近建筑顶部。克莱恩认得这里，认得这根支柱，这就是海神卡维图瓦的藏身处，现实与灵界交融的隐蔽之地。此时此刻，一道不甘的、痛苦的、愤怒的、疯狂的嘶叫长久回荡，不见减弱，正是卡维图瓦死前发出的充满怨念的吼叫。他确实死亡了。克莱恩握着黑色手杖，落到了那片古老遗迹前方的青灰色石板大道上。这大道两侧立着一根根不算粗壮、不算高大的支柱，上面同样有着与当前象征符号、魔法标识存在一定区别的奇异花纹，而每根石柱底部都靠坐有一道身影，他们有的套着古旧的长袍，有的披着时下流行的棕色夹克。一感觉到有人靠近，他们拿起长剑、斧头等武器，动作僵硬但迅捷地爬了起来，转向了克莱恩所在的位置，露出风化已久的灰黑脸庞和毫无血肉存在感的干瘪身体。他们狂热和麻木的眼神同时投向了戴漆黑皇冠、着黑色盔甲的克莱恩。卡维图瓦的虔诚信徒。不过，这也说明风暴教会和王国军方还没有找到这里来。克莱恩暗叹一声，将灵性灌注入太阳胸针，低念出了一个古赫密斯语单词：神圣。他开启了太阳胸针附带的神圣誓约，通过对应的古赫密斯语单词，为自身的攻击短暂增加了神圣类伤害。啪！克莱恩抖动腕部，甩了下手杖，他掠伏身体，冲向了奔过来的第一个海神守卫。高速奔跑之中，克莱恩忽然左侧身体，躲过了敌人劈砍下来的斧头，并反甩小臂，用手杖在对方身上抽出了一道让灰白裂开的鲜明痕迹。那痕迹内，明净的金色火焰无声无息腾起，一下将海神守卫包裹入内，烧得他摇摇欲坠。噔！克莱恩脚下用力，越过了这名敌人。他的背后，完全风干般的海神守卫终于倒下，在金色火焰里化成了灰烬。噔噔噔！克莱恩背部伏低，脚步飞快往前，时而侧身，时而斜迈的从一位位海神守卫旁边通过。与此同时，他挥舞手杖，或抽，或刺，或劈，或划，在干尸一样的守卫身上留下了不同痕迹。噔噔噔！克莱恩通过这条大道，抵达了半坍塌的遗迹前方。他轻轻扬起的黑色披风后面，海神守卫们变成了一根根金色的火把，照亮了青灰色的石板和布满花纹的支柱。一阵乱舞中，这些守卫相继倒了下去，再无动静。克莱恩踏上台阶，进入了那半道支柱所在的建筑。当先映入他眼帘的是一条巨大到难以想象的青蓝色海蛇，它周身鳞片滑腻，长满了与遗迹内各种符号相似的花纹。它张开的巨口咬着支柱，弯曲的乳白尖牙刺入了进去。它头部以下的身体垂落于地面，盘绕着占据了1/3个广袤大厅，仿佛一座起伏不定的青蓝色小山，但上面布满了各种伤口，或血肉模糊，或能见白骨。它身上已析出了点点青蓝色的神秘光芒，不怎么快的向着其中一颗比人类手臂还长的牙齿汇聚，让这略显弯曲的尖利白骨以缓慢的速度变得挺直。他临死前的嚎叫在这里激烈回荡，使克莱恩实质般的灵体都出现了轻微的不稳迹象。此时，卡维图瓦的身躯旁趴着位戴神职人员软帽的老者，他头发花白，体表如同灰色的岩石，脸部紧挨着蛇躯，喉咙里发出意义不明的声音，不知道在做什么。那条巨大蛇躯的周围还倒着一具具风化般的干尸，它们和外面的海神守卫一样，却又更加奇异，出现了腹部鼓胀乃至破裂的情况。另外，他们的嘴巴沾满了暗红的血液，挂着一根根略显青蓝的肉条，
同样青蓝的光点正从他们身上沁出，向着之前那根逐渐挺直的白色尖牙涌去。克莱恩还未来得及思考这样的场景昭示着什么，那趴在卡维图瓦身上戴神职人员软帽的老者就摇摇晃晃直起了身体，转了过来。他的眼睛闪烁青蓝光芒，嘴边一片血红，牙齿正用力撕咬着肉块。刚才他脸部紧挨的地方，卡维图瓦的蛇躯狼藉不堪，缺了许多血肉，几乎可以看见白骨。他在生食海神卡维图瓦的尸体。克莱恩眉头皱起，大致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卡维图瓦死后，大厅内的祭司和守卫们失去控制，疯狂地啃食起了他的血肉。这个时候，非凡特性还未完全析出，卡维图瓦的身躯内含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许多守卫因此出现了魔药过量或不同途径特性冲突的问题，当场崩溃，彻底死亡。但这里面总存在幸运儿，会撑过暴毙阶段，或失控成恶心的怪物，或直接越过几个序列，成为强者，或因不同途径特性混杂，变为拥有扭曲协议能力的疯子。而不管哪一种，都是相当危险的事物。克莱恩的视线从那名存活祭司的脸部下移，看向了他鼓起如同孕妇的肚子，那里强而有力的鼓胀收缩着，似乎有一颗巨大的心脏。